有请主持人赵春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老师是谁。他们是媒体评论人于波红于老师，欢迎于老师；韩飞老师，欢迎韩飞老师；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，欢迎严老师；曲伟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4位老师的人生智慧，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我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，总是不能避免应酬。工作有时候确实会忙到很晚，但是他总是因为这个和我吵架，从来没有理解过我。他一直改不了爱喝酒的毛病，喝多了以后还总是爱夜不归宿，让我特别担心。和他吵过很多次，他从来都没有听进去过。我们俩在一起好久了，年龄也都适合，该要个孩子了，但是他一直不同意。我们2个人现在连日子都过不好，他还总催着要孩子。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根本不适合，因为这件事我们俩吵了无数次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龚先生38岁，来自长春经理；高女士36岁，来自长春个体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。好。龚先生特别能喝酒是吧？算是工作的应酬吧。您一般的应酬多久应酬一次啊？1个月能有2/3的时间。就周一到周五都在喝？差不多。我听他们说有一次2个人吵架，夫人要让您在酒和夫人之间做选择，您说您选择了酒是吗？对。对呀。对，但是也是。当时是喝高了呢，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？酒醉的情况下。哎呀，他们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呀，这算是真言吧？其实也不算是，因为我是一个私企的一个经理啊，我跟客户这块沟通吧，就是大多数来讲，就是应该是喝酒多一点。我看您一直在撇嘴哈。结婚多少年？12年。有娃吗？没有。想要娃吗？想要这种状态也要不了。12年他一直在喝吗？是的。经常为喝酒吵架是吧？我们经常吵架，您知道我们之前认识的时候吧，就彼此都挺认可彼此的，然后我们就想可以组建一个家，可以有更好的未来，然后为此我们就是之前在一个单位工作。然后就为此就是分开了，各自找工作了。他呢就选择这个行业，然后就一直喝酒。我也不是说反对他喝酒，但是你有应酬的时候小酌一下，但是你不要喝大酒啊。大酒你说你一是伤身，二是你说你要是万一在外边出点什么事儿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妈妈怎么办呢？你又不是一个人了，是不是？二是真的就是。您这大小的标准是什么呀？他那大酒就是每次都让人送回来，不送回来就丢了。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，然后他在喝酒呢，真的我一听到他喝酒，我就特别来气，我就感觉我自己都能听到我自己肚子里长气儿的那滋滋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自己在家我就哭。我弟弟这功夫给我打电话了，其中我弟弟听出我声音不对了，他就来我家了。再来我家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把他给捡回来了。丢人都丢外边去了我跟你说，喝酒我知道我喝了很多，但是后续这些事情我自己肯定会安排好。我为什么要喝酒？那最开始咱俩在饭店的，我俩最开始是在饭店认识的，主持人。我们2个吧，家庭的背景都不是很好，都是属于单亲家庭。他也一个母亲，我也一个母亲。我知道，就是说我俩最开始在结合的时候吧，生活非常的苦。选择一个行业，这并不是代表他非常喜欢这个行业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咱们需要生活，咱们需要经济基础，对吧？以前咱们挣600块钱，过得很开心，因为那个时候咱们想的非常的单纯。我俩处对象处了6年，结婚结了12年，18年的生活。如果说咱们18年的生活再固有着那种以前的那种思维模式的话，你想想咱们现在的生活有多艰难。我不是说反对你喝酒，我是说，那你喝酒你不得有个度吗？那你现在喝酒不仅是丢人丢在家，你都麻烦到别人了。有一次你知道吗，主持人，他同事给我打电话说，嫂子呀，你来接一下我胳膊，那个在单位呢，自己回不去了。我就去了，可好，看着他的时候，我是真的又生气又心疼，你知道吗？然后2个同事在那守着你，都关店了，他在那门口那个一个椅子上在那躺着，不回家就在那睡。
然后我去了，同事说的嫂子你自己好像整不回去，我们帮你送回去吧。我一瞅这状态，我也整不动他。我说这样吧，麻烦你们帮我把他送到对面的宾馆。开完房间，在那个屋里也不知道那功夫咋还就醒了，非得要回家，嘬了一63刀，给那屋吐了。吐了完，我说没办法了，就非得回家，那起来回家吧。然后我就好不容易给整出去了，完同事又帮着我给打车干嘛的，你知道吗？都丢死人了。是我也不是说不理解你，就因为这喝酒，有一次喝多回来，我说你就在我和酒之间你选一个吧，你2选1。人家可倒更提气，专门起来就走了，1星期没回家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微信也不回。自由了哈。然后我就想，我说这日子还得过呀，我不能这样，不能就这样啊。因为每次我喝酒喝多了吧，其实我也知道他担心我，因为我本身是做客源的。那么我的大部分的客源呢，就是都喜欢好这口吧。喝酒啦，聊聊天啦，说话了。那么你让你客户的话，那你们是不是咱们就得说有个切入点，得投其所好？刚才妻子一直在强调说，我不是不让你喝酒。我是少让你喝酒，所以这个在一个层面上，我的感受啊，就怕他喝酒喝得太多，身体坏了，是吧？对。再就是你知道吗，主持人，摔门1星期没回家，我就想我说日子还得过呀，我就把他给找回来了。找回来以后，人家认为我认怂了，这回就3天2头就不回家了。我一打电话，我说老公你啥时候回来呀？我谈事儿呢啊，电话就挂了。然后等着吧，等着。过段时间又打电话，我说老公你啥时候回来呀？媳妇儿我今天肯定回家啊，肯定回去。你先睡吧，我得晚。我寻思那我就先睡吧。等我睡到第2天早上一睁眼睛，那边床是空的，人家根本就没回来。再打电话，人家说的，我昨天应酬太晚了，我怕打扰你，为我好了。有的时候再打电话就说，我马上啊，马上。我说马上那就等着吧，这喝多了就得这个给服侍啊，等着吧。这一个马上最起码2小时打底儿，就是这种状态，如此反复。回去也是争吵，翻来覆去的，总是就是说，要么你就喝酒，喝酒就别回来；要么就是说你在酒，和我在中间做个选择。那你说本身因为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这种工作性质。除非说我从这行我不干了，那么我转行业是不是得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？房贷是不是要得还呐？是不是车贷是不是要得还呐？所有的一些重重的一些压力，你的月薪才在5000左右，那么咱们面对的这个经济压力怎么办？我转行我是不是得需要时间？我理解你，但是我就认为你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了，就有些应酬就不需要你亲自去应酬了。我坐到这个位置上，但是有些客户我是扔不了的。你知道培养一个客户是多么难，伤一个客户是非常简单的。我得需要他们来维护我的薪资待遇。行，这个问题我们讨论到这儿，因为12年来都无解，这不就是粘贴复制嘛？把家里的又复制到我们舞台上了嘛？这个担心身体，对吧？觉得丢人，还有什么原因呢？然后催着我要孩子，主持人，你说我这种状态，我能跟他要孩子吗？谁催着谁要孩子？他总认为我有个孩子，精力就不能放在他身上了，然后总说我监视他，我怎么监视你了？我让你少喝酒，那我也是为你身体好，那我也不想让你去外边丢人。那你说主持人，我这么做不对吗？哎，咱们男人之间，咱们说点男人之间说的话，好不好？你怕他跑吗？咱说实话，就是你害怕有一天，这个你认为死心塌地跟你过一辈子的女人，有可能会走吗？你怕吗？咱说实话，没关系，不怕就是不怕。当然怕，真怕假怕？真怕，真的害怕，真的害怕他走。真的害怕。行，这是第一，真的害怕，真怕他走。第二个问题，现在可能真的面临一个选择了，因为你不是想稳定了吗？您是想稳定了吧？对，家庭要稳定，还有一个自己的孩子。其实我相信按您的说法，你们这结婚到恋爱，我听起来18年左右的时间。18年，18年，也就是2个人从先生18岁的时候，你比他大2岁吧，没记错的话。你今年我是38。哦，他是36，那就20郎当岁的时候，2个人就在一起了，有很深厚的感情。然后你讲了过去2个人的经济条件也不好，对，一路打拼过来的，是吧？对。我觉得你一路能在那个行业里面打拼出来，现在愿不愿意为了家庭的整个稳定，你再2次创业一次啊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而且我在最清醒的时候也跟他聊过这个问题。
其实说实话，我也非常的厌恶我现在这种生活。我这15年，我每天都是在凌晨3、4点钟睡觉。这15年里，我每天的睡眠时间有在4个到5个小时。那么吃饭的规律更不用提了，根本就没有吃饭规律。所以说我现在我也特别厌烦我现在这种工作环境，包括客人，因为在喝酒的时候，就像您主持人您所说的，酒后吐真言，所有的人在我跟他在喝酒的时候交谈的过程当中，他们所有的心理委屈都会向我去诉说。而且我也知道他们的难处，我也知道他们的苦处，但是我心里的话我能跟谁说呢？我心里的苦我能跟谁说吗？那么我也需要去释放我内心的一些种种的一些压力。不是说我非得，我就像你所说，我是个酒蒙子，我喜欢喝酒，不是那样，我也不想喝酒。我也知道我喝酒喝多的时候，我瞅着镜子的时候，我也特别烦我那个样子，我也特别烦。但是有些时候我跟你讲，事不会随着你的心愿去走。我跟你讲过，我说你给我1年和2年的时间，因为咱们在长春刚刚买完房子，压力特别大，而且咱们的2个母亲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也不好，这都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收入的。那么我现在的工资，虽然说我工资现在不是很多，对吧，在1万左右，但是咱们最起码的最低的生活保障咱们能维持。如果说我现在转行了，你告诉我能干什么？我初中没毕业，要体力没体力，要思想没思想，要技术没技术。那么你是不是得需要我有一个时间的过程，你让我重新去选择，我重新接触一个新鲜事物呢？我想的很多，我不是不想。我问一下妻子啊，就你听他说这段话，你觉得更像是一个男人对自己的一些行为的一个辩白，还是说他这话里面其实是有真诚和真意在里头？有没？主持人，我打断一下，有，我没有改变，不是我没有狡辩。那么你应该很清楚。不，我每个月的工资，我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说你不用打断我？就是我怎么看这事儿不重要，是你夫人怎么看这件事儿是最重要的，听明白了吗？所以我问他给我的答案是，他听到的是真诚在里头，所以你着什么急啊？你现在所有的理由就是，我面对生活，我对此迫不得已，我只能这样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暂时是。这个时间还要多久？1年吧，怎么样？今年也得过去。1年以后干嘛呢？其实还没想好。因为现在我也在跟沈阳的一些朋友也在联系，因为现在我也看了一些，就什么抖音呐，包括快手啊，现在他们就是在网络代销啊，然后这块我也就是因为我们这行嘛，就是接触面特别广，什么样的朋友都有。正好在沈阳那块边，他们现在就是有一个在快手上一个代购化妆品的，我们现在也在联系，而且我私下里呢也在为转行这块也在做动作，但是这个东西必须得说，咱不是说十拿9稳吧，最起码也得。下一个问题很简单，关于转行做动作这些事儿，你有没有在清醒的时候跟他沟通？跟他沟通过，他聊过吗？聊过。那你信吗？不信啊，因为他一直都没有改变。不信这个话题已经聊了很多次了，很多年了。人近中年啊，生活其实都有压力。咱们你看，今天没有人跟你讲一个大道理吧？到现在为止，咱们就是心平气静的在谈这个事儿。我觉得到这个时候，大概有一些基本的生活领悟和生活智慧应该有吧。你觉得，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跑了，还能找到这么一个女人吗？不能。所以这种关系应该怎么办呢？难题当然交给你们了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让你在喝酒和老婆之间2选1，你竟然会选喝酒，酒还真能壮胆。但我知道，经常喝酒的人，他的心和大脑是分离的。我相信你说的这还是醉话，就像刚才。你能够把嗜酒如命的理由、原因说得如此的慷慨激昂，当然男人喜欢喝酒，最好的理由那就是为了工作。但是不是离开了酒你就没有办法工作？是不是你喝酒真的是
十分的无奈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是不是你的客户都是酒杯一端才有客户？这当中有没有你喜欢喝酒的成分？你心里明白。38岁了，一个37岁了，你渴求快一点要一个孩子，这很正常。但是在你身上就不正常，因为你太喜欢喝酒了。我不是医生，我都明白。经常喝酒，它会影响孩子的健康。你们在这样的状态下要一个孩子，那是对孩子极端的不负责任。所以这一条防线，妻子你要守好。你刚才说你也厌恶现在这样的工作状态，你也想改变，但是需要1、2年的缓冲，给你时间。我认为这是借口。如果这1、2年拖过去了，任何的承诺也就拖没了。如果你真心的喜欢自己的妻子，在乎这个家，当机立断就做出改变。趁你今天没有喝过酒，再做一次选择，喝酒和老婆之间2选1。谢谢包红兄。来，韩老师，我之前在补充了一个细节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女方说了，说我跟酒，你选谁？你毫不犹豫说我选酒。我觉得他情商特别高，为什么？在一起18年了，他选了酒，他一定在，但他选了你，他就不能喝酒了。18年的爱情，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去珍重。我看虽然说你们之间有很多的抱怨，互相之间甚至有很多的指责，但我就突然想起我曾经听到一个别人喝完酒之后的段子，一个男的跟你一样，应酬也罢，工作也罢，喝醉了回到家，第2天早上起床之后，发现老婆不仅没有责备他，换好了衣服，早餐做好了搁在那儿，他就问他儿子说：“哎呦，昨晚我喝多了吧？”说：“是你喝多了。”那你妈还给我做饭，还给我把衣服换好了，我说什么话了？他说我妈给你去解衣服的时候，你直接把她推开说滚开，我要我老婆。就瞬间你发现10几年夫妻这种爱情故事，然后他们的情感所有的负担在那一刻就一下就释放开。我在你们身上，我似乎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你们之间的爱情是有这样的厚度，有这样的质量，这是多少人非常羡慕的事情。我就说这么多。好，谢谢韩老师。来，严老师。先生，你心里还有尊重吗？你尊重你眼前这个女人吗？你还记得当年她18岁时候跟你的样子吗？你现在何谈尊重？你只想把她放在家里当个老妈子，再给你生儿育女，凭什么呀？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？你为她做了什么？你刚才在那振振有词、大言不惭地说，我都是为了家，我们压力有多大？那是他要的吗？你挣1万和挣8000，对于他来说有多大的差别？但你给他的是什么？你刚才说我15年来每天晚上都是3、4点睡觉，这是正常人的生活吗？心不在这个家。只想完成在家有个安稳的等你回来的女人，就这么一个功能。外边你怎么去成就自己的所谓的事业，包括被人追捧的感受，你完全成全的是你自己啊！还要跟人生孩子，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？你像一个丈夫的样，像一个男人的样吗？我真的听了非常生气，妻子也让我特别生气。10多年了。这个男人什么样，你心里应该清楚；你在他心里的分量，你自己也应该清楚。你这样苦苦的等待，夜夜的守候，能换回来他的心吗？他刚才说的，我用1年多的时间，我就换个行业回来这个家，说了15年了，你觉得他回得来吗？我知道你们曾经有美好的爱情，谁都青春年少过，但如今你们的日子过得让我看着真的很悲凉。老公不像老公的样，妻子不像妻子的样，这就是个欺软怕硬的男人。知道你爱他，知道你离不开他，想怎么做怎么做，想找什么理由找什么理由。所以我觉得，妻子，你不能把生活过成这样。我们可以去爱，可以付出一切去爱，但是要看
这个人值不值得，要看我们在这段感情中有没有被尊重。我的建议其实也很简单，如果男士念及这10多年的感情，认为稳定的家庭是以后人生要走的道路，请你回归。没有哪个职业是天天都要喝酒的，什么职业要这样啊？而女士，你要想在感情中不这么被动，明明是他做错了，你还苦苦哀求、苦苦等待，那请你振作自己。我不相信你挣5000块钱离开了他，你找不到一个挣6000的跟你好好过日子。我没有劝你离婚啊，我劝你要自立，情感上独立，生活中独立，自己去寻找自己生活的兴趣点，有意义的事情，不要天天盯着他，让他去做个酒鬼啊。上次他不在马路边上让你弟捡回来的吗？长春冬天多冷啊，你继续喝嘛。如果不珍惜，你就让他去；如果你不珍惜自己，你就哭哭啼啼一生。所以我真的很生气，我希望女士你今天能清醒起来。家庭我们可以努力，可以继续，但我们自己一定要立在这里，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，好好寻找自己的价值。他喝让他喝，不找他不等他，该睡睡你的觉，该上你的班，该交朋友交朋友。你看看他愿不愿意回家，不回就算了，还给他生孩子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严老师，徐总。女生，我问你，这个男生在台上说的所有的话，你信吗？不信。我知道你不信，包括类似的话，他已经一次一次说的太多了。我憎恶我的工作环境，我讨厌我的同事，我甚至厌恶我的客人。我告诉你，他在他们面前也说同样的话。他说1年之后会怎么样，我觉得已经说了好几年了吧？怎么可能相信呢？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敢不敢离开他？你不敢吗？你明明是不敢啊，所以他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，欺负你。开始还好，有一段我听的还算感动哦。他喝多了，你送他去酒店，他不，我要回家。那会儿是你最心疼、最爱他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但是后面发生了什么呀？1星期不回家，经常性的不回家。你不要管我，你给我生孩子去，因为你这样你就可以不这么关注我了。这还是丈夫吗？有爱吗？我不管你10几年还是20年，你认错人了。警醒吧，他没有真正的爱上过一个人。或者说他没有真正爱上别人，只爱自己。你看，包括他的客户，啊，客户培养起来很难啊，然后伤一个很简单，对啊，你伤了你对面的这个爱你的人多少次了，多深？爱自己的人，我告诉你，绝对没有发展前途。如果他的客户、他的同事听到说，原来他也是在诋毁我们，他讨厌我们呀，那些人也会离他而去，最终他会孤独终老。明白吗？但我觉得这是对他最好的下场，请你离开他，捡回来自己的尊严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明白吗？就这样。谢谢曲总。就听着挺难受的呀，跟他较劲归较劲啊，听着其实特别难受。他说我就初中文化，我除了干这个我还能干什么？我动情不是说初中文化还能干什么，而是说一个38岁的男人在阅尽了生活的无数艰辛之后，怎么就怂了呢？就是你连面对生活的勇气都没有了。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情感的厚重不来自于所谓爱情的厚重，他们是时间和相依为命。就这两个人的生活，你仔细去想一想。是18年的时间，是18年的相依为命。我相信这两个人经历过特别多的苦难，没错吧？对。你也吃过很多苦，对吧？现在有意思的是，这个男人并不是说他有大富大贵了你会恨他，他没有。就他自己在面对生活，他低下了头向生活认输的同时，你觉得这个男人已经怂了，你不愿意为怂男人咬牙了。他又变了，所以你咬不起来牙。其他的我先不说，你自己被生活打败了吗？你10几岁开始出来进入到社会，养妈妈养自己，
负担一个家，难道你这么多年过去之后，你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吗？我所有的生活只有酒，没有酒就没有生活，这是你给我的一个生活结论呢。这哪里是无奈呢？这就是被生活打怂了嘛，心里还有对吧？但是我们理性一回嘛。其实我建议夫妻双方都理性一回。你用2个月的时间把你该割断的割断。我愿意相信，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家好。现在我就告诉你说，你们喝死了，叫为家好吗？老婆天天都见不到一个男人，这叫为老婆和家好吗？那你不就为你自己好吗？这事儿都不说他了，我倒觉得都冷静一下。你用2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的东西割裂掉，做一个试离婚的准备吧，就试一试，离开了他，看看自己能不能生活。一个女人怎么捡回自己的尊严，在你身上是对婚姻的选择；一个男人怎么站起来面对生活重新开始，是你对事业的抉择。好好选，剩下时间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当一手委屈，倾注眼泪，低声哭泣，围在附近，一些哭痕记忆追来的耳语。老婆，咱们相处了18年。那么毫不保留，清晰你在夜深去彷徨吗？一纯真心里。从开始的没有，到现在的有。虽然说咱们不是大富大贵，但是我真的很珍惜我们的感情。原谅我。我跟你说，我不需要大富大贵的生活，我只想你想想我们的初心。哎，行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请回。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2个在一起2年多了，他的变化越来越大，现在每天都是在玩，我感觉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。他一点也不懂浪漫，从来不会考虑我的想法。我喜欢惊喜，但是他从来都没有上心过。我喜欢的东西，他就觉得我不务正业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每天就是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，我感觉他的朋友对他一点帮助也没有，只会带着他玩。我觉得目前应该走好面前的路，他却总和我说未来。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劝我们分手，我现在也很苦恼。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。男嘉宾小李，23岁，来自长春，学生。有请小李，有请。女嘉宾小曲，21岁，来自长春，学生。有请小曲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是你要来的是吧？是我要来的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我们2个之前感情一直都很好，然后相处了2年，不到2年，然后问题越来越多。啥问题啊？就是我们2个单独相处的空间越来越少。举个例子吧，就是我俩可能还会在一起吃饭的时间还有很多，中午在一起吃个饭啊，晚上在一起吃个饭，但是后来我们俩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这女生在忙什么呀，孩子？就是我学流行演唱专业的，然后就想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乐队。挺好，组建去呗。然后就没跟他说，因为我跟他说了，他也帮不上我什么忙。然后我朋友就给我先找了一个键盘手，然后还缺那个电吉他手和那个鼓手嘛。然后我就托朋友啊，连拖再拖的就找这帮人，就是因为过阶段就要有一场演出，很着急，然后就找，然后他就说我没时间陪他。不是，那我也会，你为什么不找我呀？我需要的是电吉他，你学的民谣吉他有啥用啊？
不是，那我也认识这方面人，你可以跟我说呀，然后我可以帮你找啊。你每天你也上学，你也工作，哪有时间帮我找啊？我自己就找呗，我自己能干的事我自己干呗，用你干啥呀？啊，听出来了，是因为女孩自己组了个乐队是吧？因为组了个乐队，矛盾开始了是吗？对。哦，行，你现在更多的时间是跟乐队的那些伙伴待在一起是吧？对。你就没时间搭理他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应该是几个臭男生哈，就是不止这几个人，我给他的朋友分成了4类人。哟，哪4类？就是第一类人就是他玩乐队的这些人啊，我刚说过了。第2类人就是他在酒吧认识的那些客人啊，就是他还会去跟酒吧里客人去保持一些联系啊。第3类人就是他在学校认识的那些人，学长和学弟哦，然后他们也有联系啊。第4类人家庭条件特别好，你女朋友多有魅力啊！你看，这么多人喜欢，我没有安全感。哎呀，我是开个玩笑啊！哎，你们谈恋爱多久啊？将近2年。他应该变化很大吧？他变化特别大，就是他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刚开始认识我的时候，他出门啦，包括他平时去哪儿逛街啦，他化的都是淡妆，比较小女孩那种女孩。但是他现在浓妆艳抹。一开始就是偏向于淡妆点，因为我就是刚上大学嘛，我就觉得刚上大学就应该给老师留点好印象，然后就化的比较淡，然后我专业就学的这个专业，然后上台演出啥的。你专业学的什么专业？流行演唱专业嘛。然后上台会需要就是化挺浓的妆的，因为会有挺多灯光的嘛。是。然后就是艺术系的女生然后他就说我变化太大了。变化大是今天你来的第一个原因，还有别的原因吗？其实我来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，我就是在他身上，我感觉我安全感越来越少，就是我挺痛苦的。痛苦啥呀？就是我特没安全感，就是我有很多时候我天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啊，就他能让我失眠。啊，恋爱嘛，就是让人失眠嘛，要不然怎么叫恋爱呢？不是，就是那种失眠，不是恋爱那种失眠，是我疼痛那种失眠，因为我觉得环境改变人嘛。因为我现在也在做代购，然后我在酒吧认识那些人，他们会在我这买东西，完全出于这种才会加他们的微信。然后呢，他说的那个我学弟啦，一些学哥啦，因为我觉得一个学校的嘛，学哥加你微信了，学弟了，我觉得同意正常啊，我没觉得说不正常啊。那你为啥不让我加学姐学妹啊？那你是我对象，你凭啥加呀？就是我一定要为你去断绝跟所有异性的联系，然后你现在用你的方式这么对我。主要是那帮人加的我呀，我也从来不主动加人呢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学姐和学妹主动加他能不能加？不能。为啥？他是我对象，就是不能啊。那你不是我对象吗？这姑娘啊，多自信啊！毕竟我是奔着想跟他。处很久，就我是奔着结婚去的啊，就是我可能会考虑很多，就是以后的事儿。就是我觉得活在当下很重要啊，毕竟我还年轻嘛，就是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，不挺好的吗？没啥事做代购，然后出去周一啦、周三啦、周五我们是商演的时候啊，然后我们在商演。周一、周三、周五商演，周二、周四、周六怎么安排？我还自己开了一个桌游吧。
打电话就是不来。不是，是因为我想跟你有一个单独的相处空间，我不想涉及到任何人。我身边任何一个朋友，他都戴有色眼镜去看他们，都觉得我的这些朋友都是狐朋狗友，他都不想去认识。不是，我觉得你的朋友狐朋狗友，是我认为你的朋友不会给我带来太多的正能量的东西。咋不正能量了？就是他把你的消费观也改了。那我自己挣钱自己花，咋的了？我问女生几个问题，哎，怎么你有那么多朋友啊？怎么你有那么大的魅力啊？就是本来学艺术的，我觉得就身边朋友比较多嘛。学艺术包括很多类嘛，就是之前在艺校也会认识一些朋友啊。然后出去那个上专业课也会认识一些朋友啊。学表演的了，学钢琴的。这跟专业有关系啊，还是跟长相有关系啊？这是跟长相有关系，还是跟性别和长相都有关系啊？就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咱面对这问题吧，咱都聊得这么坦诚了，这有什么呀？为什么你身边有那么多朋友啊？可能是因为我爱交朋友吧。就是你有何德何能？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人家愿意跟你投资干一桌游吧呀？你有什么经营能力啊？可能是我认识的人多嘛，然后我家就是店儿比较火，就看中了你背后的资源，是这意思吗？可能是吧。那他一开始没跟你合作，看中的是什么呢？长得好看嘛。对，俩字儿刷脸。所以你得承认啊，为什么男朋友紧张啊？我确实，我没说你女朋友怎么样啊，真的没这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咱做人咱得自己清醒。有很多人是奔着您这张脸去的，也有很多人想把他一脚踢开，变成你的男朋友。当然你是一心一意的跟他的是吧？现在对，你有危机感，我们理解。怎么办呢？我就没办法才来。他让你去，你就陪他去呗。不是我就是，因为我可能性格有点特殊，就是我比较喜欢跟他单独在一起。你别特殊啊！你逢年过节给他送礼物吗？不送，从来没送过。就是我礼物的形式也特殊，就比如怎么特殊？就比如说情人节了，我可能会给他做一顿饭。哎呀，你这么年轻，他不要这个嘛？那是韩非老师干的事儿，做顿饭。你手艺好？饭还挺好吃的，做的，但是他从来不送我东西。不是你吃了，你还那么多挑理啊？那女生不都在意仪式感吗？那我身边朋友他们都有仪式感，然后到我这就啥也没有。你身边的朋友，他们男朋友会做饭吗？那我不知道，我没吃过。不是，主要是两个问题，就是第一是他没给我太多的时间跟他去给他弄一些浪漫的东西啊，我俩在一起待的时间越来越少。第二点就是他什么节都要礼物啊。比如说情人节要礼物我可以接受，哪怕过年你要点礼物我也可以接受。他儿童节要礼物，怎么了呢？儿童节我怎么送礼物啊？送条红领巾啊！红领巾。那送根棒棒糖也是那个心意，啥也没有。把仪式感看得太重了。是。行，我接着问问姑娘吧，喜欢这小子？啊，喜欢他什么？当时我喜欢的是因为他挺文艺范儿的。感觉他挺憨厚、挺老实的这种的。哦，然后现在就感觉他太憨厚、太老实了，啥都不送我。不是，那你还喜欢他吗？还行吧，现在。还行吧是几个意思？这话我们怎么理解呢？都是直男，60%吧。那40%给了谁？谁也没给。就是说回来，就是他那哎呀，就是一开始完全就是因为看上他就是比较憨厚、比较老实。然后跟我在一起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在乎仪式感，然后他啥都没有，就是可能也是在一起时间长了，有点感情有点要磨没了。我希望他改点，就是说我身边朋友他尽可量的不要带有色眼镜去看他们，我希望他接触我身边朋友。我身边朋友并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好。就是你能不能也为我多多少少哪怕一些微观的改变啊？你能不能为我也改变呢？然后你再注入点仪式感。那要是送点花啥的，那花不了几块钱。其实我们俩最让我接受不了的，其实也没啥别，就是，哎，都说了吧，今天都这样，你别吞吞吐吐了，快点说吧，急死我了。他住在异性朋友家。那个我给你解释一下，主持人，那是这么回事儿。因为第二天，因为当天晚上我们在酒吧唱完歌之后，第二天我们就要去松原，因为我在长春嘛，因为长春离松原有100多公里。然后我就要去松原去参加一个商演，我们整个乐队要去一个商演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乐器，
那乐器也挺贵重的嘛。然后我晚上就去我那个乐队朋友家住了，但是他家比较大，是2室1厅，我们2个人一人一个房间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然后因为我们要去松原嘛，然后那个路途比较远，所以就住在那儿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哥，那哪个男朋友他也得想啊，你可以回家住。因为第2天有很匆忙的商演嘛。下午1点多就要演出，我们早上8点多就要出发。他能弄一个学姐去你们那儿住吗？各睡各的？不能。为啥？因为他是我男朋友。那一定是这个答复。你这叫爱吗，兄弟？你想让我们怎么帮你呢？我想让老师告诉我，到底是我的问题太大了，是我过分的去在意他了，还是他需要做一些微观的改变？你喜欢我，你在意我不应该呀。就是那你不能仗着我喜欢你欺负我呀！我没欺负你啊！就你做这件事，你看别的女孩去做吗？就是正常，如果是你但凡在意点我，你会在异性朋友家住吗？那我是为什么这样式的？我也跟你说了，哪怕你在同性朋友家住也可以。这个事儿不是说不说的事儿，是你在不在乎我的事儿，是你对我们俩的感情在乎到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。然后现在就是我俩基本上生活。就没办法融入到一块去了。他基本上都是晚上工作，白天睡觉；我基本都是白天工作，然后晚上睡觉。因为我酒吧驻唱也是晚上的工作，然后我那个桌游吧也是晚上的工作，没办法呀，为了挣钱嘛。抱怨，时间也凑不到一起，说白了就现在没时间谈恋爱了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对，恋爱的时间也没有了，女朋友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人了，啊，你们俩什么时候约会一次啊？我们两个没有时间见面，我白天因为太困了，根本就起不来。都没时间见面，怎么叫谈恋爱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就是这么谈的。我现在明白，他们俩没有什么沟通。你觉得在你心里面他重要，还是你那些朋友重要？说实话，我觉得朋友重要一些。就是情人节我想跟他单独在一起，就去吃个饭、看个电影、过一个节，他也要拉着他的朋友。而且是建立在他的朋友基础之上，他会告诉我，他说我跟朋友在一起，你来找我吧，咱们几个一起过一个情人节。那我觉得而且是男生，人有女生，因为我觉得人多嘛，在一起热闹一点嘛。你放过他吧，孩子，好不好？其实你追求你什么样的生活，那是你对生活的选择，但是对于一个喜欢你的人，你不能这么折磨他呀。我现在特别相信你，你是一个胸怀宽广的男人，就一般的男人已经早受不了了，你还真能忍。我不觉得他小心眼，就他真做到了很多男人做不到的宽容和包容，你确实有点欺负他了。分手行吗？我不想分手。哎，来吧，你们来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生，你欺负这个男生已经欺负到家了。你说组建一个乐队可以理解，你去做一些社会兼职也可以理解。你的社交朋友圈真的非常复杂。男朋友担忧你的安全有错吗？他担忧你迷失方向有错吗？没错。你刚才说到异性朋友家过一个夜很正常，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哪一个女孩子说到一个异性男朋友家去过个夜，对自己负责任吗？我就说这些话为什么这么气愤？一个小女生，刚才一句“活在当下很重要”，我的心被你刺了一下。什么叫活在当下？你现在忙到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，我请问你有上学读书的时间吗？什么叫活在当下？就是没有任何规划啊，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啊！你还津津乐道，男朋友真的一点没错，他担心的是你没有边界意识，怕你把握不好自己，怕你保护不了自己，你还来这里讨说法。我认为你最要反思的、最要警醒的是你。我想我今天说得狠，你的父母如果听到，他们一定赞成。我认为你没有能力可以去改变这个女生，你让贤吧。好，谢谢波红兄。韩老师，
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跟你年纪是相对来说在几位老师当中比较近的，况且我们都是学艺术出身的嘛，所以我倒不是像于老师这样会打击你。我觉得你要化一个漂亮的妆，你按照自己的方式着衣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也得时时刻刻的提醒你，所谓当下是什么？当下是一个学生应该完成自己本分之后，让自己的青春奉献给艺术，在这种娱乐生活当中，让自己稍微的出格一点点，但是一定在安全的边界之内。而你现在的这样子很危险，因为上大学我们有同学也跟你选择一样，在酒吧跳舞嘛，跳到我们毕业之后没有拿到毕业证，还在酒吧跳舞。我们毕业10几年了之后，我们再打听，还在酒吧跳舞啊，酒吧都不要他了。因为永远有更年轻的人会交替上来，等他再回头想去拿一个毕业证，想去拿一个文凭，想要一份正常人的生活，去正常工作的时候没有了。当时在旁边苦苦哀求的同班同学这个男生，跟他一样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人家结婚生子，过上正常的生活，完全过去了，翻篇了。姑娘，想想看，你将来经历过现在当下年轻的繁华之后，到那个境地，你能够接受那样的落寞吗？给自己一个好的归宿和生路，好吗？好自为之。谢谢，谢谢何老师。杨老师，我们都说自由是一个人的事儿，恋爱是2个人。这个结局我们基本上已经看到了，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说，一场恋爱来说，对2个人都是有收获的，因为结果无外乎2个吧，成功了就是得到了爱人，失败了就学到了经验。男生学到了什么呢？我觉得你对他缺乏信任，确实你不够了解这个女生。你觉得她如果住宿在异性的家里过夜，你觉得他会发生什么？你觉得他是那样的人吗？我觉得不是，不是。那为什么不能给他足够的信任？他喜欢仪式感，你有吗？你了解他的需求，了解他的兴趣，你了解他的圈子吗？不啊。你这么下去的话，你怎么可能进到这个女孩的心里呢？女生呢，老师们说的已经我觉得足够了。我只想告诉你，其实分寸感也好，还有得到别人的尊重，一定先要自爱自己。哎，有没有人追你啊？有。哦，你怎么回答他们的？就是我有对象了。但是，你虽然嘴上对他们说我有男朋友，实际行动呢？好啊，我们可以去玩啊，明白吗？在那些男人就认为你是在暗示。为什么那么多人找你还要合作生意？开始不都是看重你的外在吗？千万不要利用自己一时的优势，去换取在别人心目中的价值，那不是真正的价值。你不要陶醉其中，觉得自己很有优越感，因为真正的、长久的、深厚的爱，不是来自于四面八方，而是来自你身边的那个亲人或者是爱人，好吗？就这样，祝你以后幸福。谢谢4位老师哈。我一直认为这么年轻的女孩不要化妆。她跟我说搞艺术的不就化个妆什么的，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所有的艺术女生有一个特质，同样穿一件衣服，她背的可能就是一个帆布包，但是真有艺术气质和真爱艺术的女生，背出来是有仙气的。咱往这个方向追求啊！艺术绝对不是浮夸，而是一种美丽的气质。为什么于老师那么生气呀？就是那么严厉的说你，真的怕你们吃亏。对，男生，我觉得你做的最不好的就是曲总说你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其实你是要接触他的朋友，要了解他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了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，我可以为了你去改变，我可以无限制的迁就你，但是我只是希望你能走到我的心里去看看我。其实说疼，不是疼，是我真的挺喜欢你。我当年认识的你和现在的你不是一个人了，所以说我想把你拽回来。我想要回我想跟你当时在一起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你能为我哪怕做一些微观的改变吗？一点都可以。把自己说哭了啊！
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，请回，请回，请。哎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报名热线是022236063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，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接下来看看两位年轻人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先接。有网友提问说：“我已婚有孩子，但是老公只是扮演了父亲、老公和女婿的人物，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父亲、老公和女婿，还总问我，你和孩子出去为什么叫上我？真的很无奈，我该如何解决？既然只是一个徒有虚名，那不如就把他这个名号也剔除了吧，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过，不是挺好的吗？”当然，最应该感谢的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